大家好，今天我们这一期的内容呢是 AI 浪潮下的能源新宠，也就是核电全球油及核能指数 NLR ETF。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关注核能呢？因为它是 AI 革命背后的能源需求。AI 投资呢是美股的投资热点，那么核能是否是 AI 投资中卖铲子的领域呢？在全球迈向人工智能的时代大背景下，一个基础却至关重要的问题呢日益凸显，也就是能源。训练和运行大型 AI 模型需要巨大的算力，而算力的背后呢，则是对电力的海量需求。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 ，AI 的终点是算力，而算力的终点是电力。麦肯锡公司预计到2030年，美国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将从2024年的25吉瓦增长至超过80吉瓦，相当于再造一个木头水电站或者2.44个三峡大坝。这也意味着数据中心的耗电量将从占美国总用电量的3%到4%跃升至10%。美国目前呢占据了全球数据中心近一半的电力消耗。比如弗吉尼亚州等数据中心港地区，数据中心已消耗该州总电力的25%以上。所以呢，2025年也是美国的核电之年。最近2-3年间呢，美国关于核能政策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讨论已经从初始的退役老化反应堆发展到延长其使用寿命，再到重新启用已关闭的反应堆。2025年呢是讨论建造新的反应堆的核电之年，一系列的事件呢也支持了这一观点。首先呢，在2025年3月，在全球能源会议上 Amazon、Google、Meta 等15家企业签署了核能3倍增长协议。主要目标呢是到2050年将全球核能装机容量从当前约400吉瓦至少3倍化至1200吉瓦以上。这也将增强能源的韧性、安全，并为净零排放目标提供连续清洁能源供应。预计呢将推动美国核能产能从当前的100吉瓦增长至300吉瓦以上。第二点呢，2025年5月呢，特朗普政府发布了4项行政命令，目的呢在于到2050年将美国核电装机容量从目前的大约100吉瓦增长到400吉瓦。他的行政命令还着重于加快审核许可审批，对核管理委员会的许可审查流程设定了时间限制，到2030年确保10座大型反应堆的完整设计并开始建设。第三点呢，2025年6月，Meta 与核电公司星座能源公司 CEG 宣布签署一份为期20年的虚拟 PPA，用于购买位于伊利诺伊州的克林顿清洁能源中心的 1.1 吉瓦核电。该电站呢由 CEG 运营，协议支持其运行到2047年。第四点，2025年6月呢，亚马逊和 Thailand Energy 宣布新的 PPA， 新 PPA 呢覆盖 1.92 吉瓦碳中和核电，从宾夕法尼亚州的萨斯奎哈纳核电站供应至 PJM 电网，支持亚马逊 AWS 数据中心园区。协议呢聚焦 AI 和高性能计算的需求，支持 Amazon 2040年的净零目标。那么第5点呢，2025年6月，由国防后勤局代表空军发布确认 Oklo 为阿尔森空军基地的 Aurora 微型 SMR 供应商，涉及到了30年的电力购买协议，用于基地的可靠清洁能源供应。Aurora 是 Oklo 的先进快中子反应堆设计，预计2028年部署。第6点，AR 应用的普及呢，促使 Amazon、Google、Meta 和 OpenAI 等公司投入数百亿、千亿美元，在全球范围内建设规模庞大、能耗惊人的数据中心。这些设施呢，是 AI 模型训练和推理的物理载体，其运行呢需要持续且庞大的电力供应。
这种从宏观需求到政策支持的转变，正在催生一场核能复兴。过去被视为传统甚至充满争议性能源的核电，如今正被重新定位为保障国家 AI 战略优势、实现能源安全和气候目标的关键未来技术。那么，为什么要投资油和核电指数呢？尽管核能复兴的宏观趋势极为引人注目，但对于投资者而言呢，试图在这一个复杂而且高风险的行业中挑选出单一的赢家，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核能行业的特点呢，决定了分散化投资不仅仅是一种策略，更是一种必要的风险管理手段。这一逻辑呢，与 John Bogle 倡导的指数化投资理念呢不谋而合，也就是通过持有广泛的市场组合来捕捉整体增长，而非押注于个别公司的成败。核能行业呢面临着多重独特的风险，首先呢是巨大的资本支出和漫长的项目周期。新建一座传统核电站需要数十亿甚至数百亿美元的投资，建设周期呢长达数年甚至10余年。比如佐治亚州最近投产的 Vogtle 核电站项目，它的最终成本呢就从最初预计的140亿美元呢飙升至超过300亿美元。这种巨大的财务投入和不确定性对任何的单一公司而言呢都是沉重的负担。其次呢，上游的油矿开采环节充满了地缘政治风险、运营挑战和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油价的涨跌呢，直接影响到矿业公司的盈利能力，而矿产资源呢，往往分布在政治不稳定的地区，也增加了供应链中断的风险。再次呢，投资单一的核电运营商，意味着投资者将完全暴露在该公司特定的机组运营风险之下，比如说呢，意外停机、维修成本超支，或者是所在州监管政策的突然变化。因此呢，对于大多数希望参与核能复兴浪潮的投资者来说呢，最审慎的方法就是采取分散化策略。通过投资一个涵盖整个核能价值链的公司组合呢，可以有效对冲上述的单点风险。这种方法呢，能够让投资者从行业的整体增长中受益，而不会因为某一个项目失败，或者某一个矿场停产，或者某一家公司经营不善而遭受毁灭性的损失。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一下 NLR ETF。VanEck 发行的油与核能 ETF 是投资核能复兴主题的关键工具之一。追踪 MVRS 全球油机核能指数呢，是一个涵盖整个核能产业链的多元化投资组指数，包括从上游的油矿开采商呢，到中游的核反应堆设备制造商和工程服务公司，再到下游的核电运营商。这种一站式解决方案呢，极大地简化了投资的流程。那么 NLR ETF 的总规模是30亿美元，费率是 0.56%， 在2007年成立。NLR ETF 2025年的回报是 67.16%， 最近1年、3年、5年、10年的年化回报率呢，分别是 58.34%、31.37%、24.39%、12.88%， 成立以来的年化回报呢是 3.3%。NLR 的历史业绩呢，清晰地被划分为2个截然不同的时代，深刻反映了全球核能行业的兴衰周期。要准确地评估它的投资价值呢，必须要理解这一段历史背景。那么第一个时代呢，是后福岛时代的长期低迷。NLR 成立于2007年，它的早期发展阶段呢，不幸遭遇了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的冲击。这个事件呢，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反核浪潮，导致多国关停核电站，搁置新建计划。全球核能行业由此进入了一个长达10几年的核冬天。在此期间呢，油价持续低迷，核电项目投资锐减，相关公司股价呢一蹶不振。这也直接导致了 NLR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表现平平，它自成立以来的年化回报率仅为大约 3.3%。这段历史呢，解释了为何长期回报数据看起来呢并不突出。那么第2个时代呢，是核能复兴时代的强劲崛起。
近年来呢，随着全球气候的变化压力加剧，能源的安全问题凸显，以及 AI 技术爆发带来的巨大电力需求，核能作为清洁稳定的集合电源的价值呢，被市场重新认识。政策风向的转变和行业基本面的改善呢，共同推动了核能行业的复兴。NLR 的近期业绩呢，正是这一个趋势的直接体现。数据显示呢，它最近1年的回报率呢超过了 58%，3年的年化回报率呢超过了 31%，5年的年化回报率呢超过了 24%。这种戏剧性的业绩反转呢，标志着市场对核能行业的估值逻辑和未来预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那么 NLR 的持股包括 SMR 明星公司 Oklo、NuScale 以及核电巨头 Constellation Energy、Public Service Enterprise 以及核燃料公司 Centrus Energy， 还有油矿公司 Cameco 等等。我们将在下一期呢对此做详细的介绍。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主要风险都有什么。尽管它的前景非常广阔，核能投资呢仍需要警惕下列的风险。第一点呢是公众认知与安全问题，历史事故比如福岛影响公众的接受度，可能引发抗议或者政策的逆转。第二点呢就是项目的执行风险，建设超支和延期完工非常常见，平均成本预期可达预期的2倍以上。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监管障碍，许可审批复杂，政策变动，比如环境法规呢，可能导致项目中断。第四点呢，是核废料的管理呢，长期储存和处理的挑战，增加环境与合规成本。第五点呢，是利率的敏感性，高资本密集型项目对利率上升敏感，融资成本呢会攀升，就会导致呢压缩回报。那么呢，由于人工智能驱动的电力需求呢激增，正在引发一场深刻的能源转变。这不再是一个周期性的需求波动，而是一个结构性的长期的需求跃升。它要求能源系统呢必须提供前所未有的清洁且绝对可靠的集合电力。在现有的技术版图中呢，核能是唯一能够大规模满足这一需求的成熟技术。它兼具零碳排放和时刻稳定输出的双重优势，这也使得其成为支持 AI 革命和实现全球气候目标不可或缺的基石。从政策制定者到科技巨头呢，在全球范围内的共识呢正在形成，一场跨越数十年的核能复兴呢已经拉开了序幕。这一期内容呢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请记得订阅、关注、点赞、分享。下一期呢我们将详细介绍 NLR 的10大持仓。大家好，欢迎来到呆萌财频道。上一期呢我们介绍了投资核电的龙头，也就是 VanEck 油与核能的 ETF， 股票代码 NLR。这一期呢，我们将继续详细介绍 NLR 的持股，包括 SMR 明星公司 Oklo 以及 NuScale， 还有核电巨头 Constellation Energy 以及 Public Service Enterprise， 还有核燃料公司 Centrus Energy 以及油矿公司 Cameco 等等。那么要真正理解 NLR ETF 的投资逻辑呢，就必须对它的投资组合进行深入的解剖分析。我们将 NLR 的核心持仓呢分为上游资源、发电与销售以及基础设施与技术3大类别，并对关键公司进行分析。这种分类方法不仅揭示了 NLR 的垂直一体化布局，也展现了它在风险与增长之间的平衡策略。NLR ETF 持仓呢高度集中，总共持有28只股票，前10大的占比 55.78%。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它的技术赋能。这一类别呢，涵盖了为核电行业提供关键设备、技术和服务的高余产公司，
以及致力于开发下一代核能技术的创新者。他们呢，就是整个生态系统运转的基石。它的业务增长与行业的整体活跃度密切相关。第一大持仓股呢是明星公司 Oklo Incorporated 的股票，代码是 OKLO， 占比呢 7.9%， 是先进核技术的领导者，聚焦快反应堆与燃料回收。它采用液态金属的反应堆技术，设计为微型反应堆，使用高浓缩低氟计油、黑鹭燃料、可回收废料，90%的能量潜力。燃料棒寿命呢是10年。它强调模块化、地下部署，适合偏远或者数据中心应用。那么微型反应堆 Aurora 微型版本 1.5 MW， 商业版15 MW， 最新设计呢是75 MW， 从许可到运营呢建设周期是2到3年。Oklo 得到了 OpenAI 首席执行官 Sam Altman 的支持，持仓约为 8.8 亿美元。有希望在2027年呢，在爱达荷国家实验室建造其第一个小型模块的核反应堆。作为明星公司呢，它的股价在6个月内从低点的 17.42 美元上涨了大约8倍。美国国防部下属的国防创新部门与美国空军呢，向 Oklo 公司授予的空军基地 SMR 合同后呢，被认为是得到了军方的背书，股价在2025年9月呢，短时间翻倍，达到高点的 144.49 美元。Oklo 采用 Own and Operate 模式呢，锁定长期收入。高盛认为呢 ，Oklo 虽处于核能复兴和 AI 电力需求爆发的黄金赛道，拥有超过14吉瓦的意向订单，但是呢，面临4大挑战。第一呢是高额订单没有转化为约束性协议，第二呢是重资产模式需筹集140亿美元资本，第三呢是关键燃料供应瓶颈，第四呢是运营许可审批的不确定性。简而言之呢 ，Oklo 的故事呢充满了想象和空间，但从梦想到现实的道路上布满了需要巨额资金、技术验证和政策许可才能够跨越的种种障碍。第6大持仓公司呢是另外一个明星公司NuScale Power， 占比呢 4.62%， 股票代码呢是 SMR， 聚焦呢小型模块反应堆和被动安全。2025年呢股价上涨了 76%， 市值呢超过50亿美元，是 SMR 的领导者，聚焦 PWR 技术，使用被动安全系统。每个模块呢是77 MW， 可堆叠12模块，总计呢是924 MW， 使用标准低氟计油，燃料更换周期为每2年。工厂预制模块呢易扩展，其建造周期呢大约是3到4年。作为最早也是唯一得到美国核管理委员会 NRC 设计批准的 SMR 商业许可的公司呢，它的首项目罗马尼亚的 RoPower 项目预计2029年上线，由6个模块组成，发电量为462兆瓦。NuScale 与数据中心开发商 Standard Power 达成协议，计划在美国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开发2座大型的 SMR 核电站，总计可能部署多达24个模块，总发电量呢接近2吉瓦。NuScale Power 主要的风险是项目取消风险，以及需要数十亿美元融资，还有供应链的瓶颈，比如犹他州的 EOMPS 项目呢，于2023年底终止，主要是成本从30亿美元升至93亿美元，认购呢不足。那么第4大持仓公司 BWX Technologies， 股票代码呢是 BWXT， 持仓占比呢 5.62%，
公司的市值呢大约120亿美元，2025年股价上涨18%，受益于核能复兴呢。那么 BWXT 呢是美国国防工业的关键供应商，为美国海军的核潜艇和航空母舰呢提供核反应堆部件和燃料，当前为 Ohio、Virginia、Seawolf、Los Angeles 级的潜艇以及 Nimitz-Ford 级航母提供反应堆部件和燃料。2025年7月呢，获得2.6亿美元合同，支持 Virginia、Columbia 这个级别的潜艇和 Ford 级航母。它在核制造领域的深厚技术积累，使得它在开发用于下一代反应堆的先进燃料方面呢，也处于领先地位，是连接当前与未来核能技术的桥梁。BWXT 作为核技术桥梁呢，正加速 TRISO 燃料的商业化，用以支持 AI 数据中心和国防需求。那么接下来的第5大持仓公司 Centrus Energy Corporation 股票代码是 LEU， 持仓占比呢是 5.03%， 公司市值呢大约 55.6亿美元，2025年股价上涨 470%， 受益于黑漏需求激增呢 Centrus 在美国核燃料供应链中扮演着独一无二的战略角色。2025年6亿合同呢强化了它的地位，它是目前美国唯一能够生产高丰度低浓缩铀黑铀的公司，而黑铀是绝大多数先进反应堆所必须的燃料。可以说呢 Centrus 掌握着开启下一代核能大门的钥匙。好，我们再来聊一下第2大部分，发电与销售。这个类别呢由拥有并运营核电站的公用事业公司组成，他们是核能价值链的核心，负责将核燃料转化为电力，并通过电网销售给终端用户。那么与上游矿商相比呢，这些公司的商业模式通常更为稳定，他们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受监管的电价或者长期的购电协议，现金流呢比较可以预测。第2大持仓公司 Constellation Energy 股票代码呢是 CEG， 持仓占比呢 7.53%。 Constellation 是美国最大的核电运营商，拥有12座核电站，配备21个反应堆，19吉瓦的核电装机容量，核电厂分布在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和伊利诺伊州。它所在的 PJW 电网是美国数据中心最集中的地区。2025年6月3日呢，Meta 与 CEG 宣布签署一份为期20年 1.1 吉瓦的电力购买协议，用于购买位于伊利诺伊州克林顿市的克林顿清洁能源中心的核电，等于锁定了400亿美元的收入。另外呢 CEG 与微软签署了20年的电力购买协议，重启宾夕法尼亚州 835MW 的三里岛核电厂，预计最早呢在2027年并网。微软呢将购买该电站的全部电力，以用以匹配它的数据中心碳中和目标。那么第8大持仓公司 Public Service Enterprise Group 股票代码呢是 PEG， 持仓占比呢 4.48%。 PEG 呢拥有2座核电站、3座核反应堆，总容量是 3.5 GW。 它在新泽西州运营的 Selma 和这个 Hope Creek 核电站提供了该州超过约 40% 的总电力和 85% 的碳中和电力。由于新泽西州呢位于 PJW 电网的核心，数据中心负荷激增，核电资产地理优势呢支持 AI 数据中心需求，预计呢年增长超过 10%。 电力运营商股呢最重要的就是地理位置CEG 和 PEG 都充分享受这种红利。那么占比 3.96% 的 PCG 呢是加州最大的公用事业公司之一PCG 运营的暗黑破坏神峡谷核电站呢是1985年起运行，那么是加州唯一的运营核电站，装机容量 2.25 GW， 提供加州约 9% 的总电力和 17% 的零碳电力，是这个州实现它雄心勃勃的清洁能源目标的关键资产。
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大部分上游资源。那么这些公司呢，位于核能价值链的最顶端，负责勘探、开采和加工核燃料的原材料油。他们的业绩呢，与全球油市场的供需关系和价格波动紧密相连，是投资组合中潜在回报和风险都比较高的部分。第三大持仓公司 Cameco 的股票代码 CCG 持仓占比呢 7.43%， 2025年9月市值呢 372.6亿美元，年度上涨了 70%， 符合油市场的热潮。那么作为全球最大的上市油生产商之一呢，占全球 12% 的 Cameco 是任何油投资组合的基石。这个公司在政治稳定的加拿大拥有多个世界级的油矿，它的产量和储量呢，对全球油市场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再来看一下第七大持仓公司 Denison Miners 股票代码呢 DN 和第九大持仓公司 NextGen Energy 股票代码呢 NXE， 这两家公司代表了未来的油供应潜力，他们都专注于加拿大阿萨巴斯卡盆地也是全球已知油品位最高的地区。 Denison 和 NextGen 分别拥有极具前景的高品位油矿项目，一旦投产呢，就会显著影响全球的供应格局。那么第十大持仓公司 Uranium 和 Energy 股票代码呢是 UEC， 持仓占比呢 4.34%。 UEC 是美国本土领先的油矿公司，专注于成本较低且对环境影响较小的原地净出采矿法。在美国寻求能源独立和重建国内核燃料供应链的背景下， UEC 的战略地位呢日益凸显。随着核能的发展呢，油价在2020年到2025年累计涨幅超过 170%， 从低谷30美元呢升到了80多美元。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出呢，由于人工智能驱动的电力需求激增，正在引发一场深刻的核能复兴革命。那么对于希望把握住这一个历史性机遇的投资者们来说呢， VanEck 油与核能的 ETF提供了一个非常具有战略价值的投资工具。 NLR 的独特之处呢，在于它精心构建的垂直一体化的投资组合。它持仓中的油矿公司提供了在燃料需求上升时的价格弹性，而核电运营商呢，贡献了稳定的现金流和防御性，而以 Oklo 和 NuScale 为代表的技术赋能者呢，则能够让投资者分享到下一代核能技术突破带来的巨大潜力。因此呢，投资 NLR 不仅是对某家公司或某种商品的押注，更是对驱动未来数字经济所需的整个工业基础设施体系的全面投资。好了，今天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希望这2期核能的视频能对你的 AI 投资有所帮助，请记得订阅、关注、点赞、分享，我们下期再见。